当你的人格的特质变成非常的僵硬、没有弹性，使得说你跟周遭的人或者社会互动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不适应，而影响了你如何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运作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很可能就是有这个所谓性格障碍的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性格上面的障碍尤其是反社会型的性格障碍。那么我们说性格或者人格的特质是指的说我们看待或者是跟世界这个互动有一个稳定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当你的这些性格或者人格的特质变成非常的僵硬、没有弹性使得说你跟周遭的人或者社会互动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不适应，而影响了你如何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运作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很可能就是有这个所谓性格障碍的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性格的疾患那么通常有这种性格上面的障碍或者是疾患呢，他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呢，都会用或者是面对问题的时候，用一种不成熟或者不恰当的方式来应对，来想要去解决很多时候他看到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说有这种性格上的障碍，大概是在青春期的早期就会出现比如说在这个国中或者高中的阶段，经常会闹事，或者是跟别人同学的相处有不愉快、有问题的情况但是呢，他不但在这个青春期的早期发现之后呢，可能会在整个后来的整个生命的周期会持续的，还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他之所以会成为性格上的障碍，是因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通常不会感到不安或焦虑那这是跟很多人跟我们所谓一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做出来跟人家不顺或者不协调，或者是引起冲突，你通常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希望说能够解除这些冲突或者是困难那么降低自己的焦虑。但是如果有性格障碍或者异常的人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他的问题，很可能都觉得是对方的问题，所以也因此他没有那样的动机或者那样的动力要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其实我们大概没有机会去跟大家非常仔细的谈各种的不同类型的性格障碍那么不管是国际的疾病的分类，或者是 DSM 的分类，大概最稳定的一种大家最有共识的是所谓的反社会型的性格障碍，或者是人格障碍就是一般英文我们讲的 anti-social 的 personality disorder 也有人也就是一般人称之为 psychopath 或者叫 sociopath 那么这样子的所谓反社会型的性格障碍，他对他人没有什么样的责任感，也不会很关切他人，或者说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良心道德感的这种感受在30年前曾经有一部非常轰动的好莱坞电影，称之为沉默的羔羊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男主角所代表的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所谓反社会型的人格的这样的障碍那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他的需求都是根据个人的欲望跟个人的需要然后他要求立即的满足不太能够容忍说我要做什么不能够马上得到我要的结果不太能够容忍挫折感，他很会撒谎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在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像在美国社会里面很著名的Ted Bundy他实际上是你去看他长相非常的英俊，非常的帅，非常的迷人，可是呢他在周游于各位的女性之间他这样撒谎然后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需要经常的刺激，让他保持在一种兴奋的状态，甚至不会担心着他可能受到的伤害那么这种反社会型性格的障碍在男性发展比例大约是3%远比女性的1%呢要来得高
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病理上的这些原因哈，第一个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基因遗传的这个影响哈，在这种所谓同卵的双胞胎里面哈，大约有50%的这个几率，也就是说同卵双胞胎其中有一位有反社会的这个人格，那另外一位呢，反社会性格的几率呢，大概有50%哈。那如果是异卵的哈，大概就只有20%。但不管是50%的同卵的双胞胎，或者是20%的异卵双胞胎，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基因遗传的这个影响哈。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神经的传导的物质上面哈，通常这种反社会人格哈，它在这个血清素的这个量比较低哈，以至于说，由于血清素通常是一种对行为的这种冲动性的这个抑制，或者是攻击性的这个抑制的这个控制扮演这个重要角色，所以血清素低的时候，这种冲动的行为发生的几率，或者是攻击性行为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对的提高哈。那另外就是说，它可能在维持它大脑这个维持注意力的功能，在这个推理还有监督自己的行为的功能等等，这些属于所谓前额叶哈，这个前额叶的这个所谓执行功能的部分哈，有颞叶的部分，也有前额叶的部分，通常是有这种异常的这个出现哈，导致于就是再一次的就让我们看到说，它对于冲动的控制，还有说对于自己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这些预期，这些功能都比较低，就是先做了再说，也不想想这个行为的这个后果哈。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Ted Bundy 啊，这有一些研究指出来，这种反社会性格障碍的人，他其实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杏仁核的活化的情况，要比一般人或者其他的罪犯要来得低。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他觉得有这个不安或者是焦虑哈，以至于说，他即使加害于人，行为伤害别人，他都不会觉得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说，反社会这个性格障碍的人，他的所谓 arousability， 就是被激发、被唤起的那个程度也比较低哈。像我们这个小时候，在过去哈，还有体罚的这个时候，有一些同学非常的皮，对不对？老师的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体罚，他甚至引以为傲或者引以为乐，对不对？不觉得说这个体罚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反社会型的这个性格也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倾向啊。所以这种惩罚，它通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具有惩罚性或者让他觉得有不舒服，而也因此来抑制他的这个行为，反而是会激发他寻求更多的这些刺激啊。那最后我们讲到这种社会的是家庭的因素，通常我们会看到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出现反社会性格障碍的人，大概是父母等于是没有能够承担教养的角色，对这个小孩子有点是把他就是抛弃在一旁，随他自己去，不参与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说父母对小孩本身就有很多的敌意，经常用惩罚的方式、鞭打、咒骂的方式，非常负面的方式来教养小孩，所以这种父母的离弃或者是高度的对小孩子的互动或者是行为的这种敌意都很容易产生在家庭里面有这种反社会的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生物的因素跟家庭因素的这个交互的影响。如果在出生的这个阶段父母如果说对这个怀胎这种婴儿没有给予好好的照顾，给他充分的营养，那么出生之后呢，又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毒物或者这些药物，然后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经常有这种虐待的情况等等，或者是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的这个体重有所不足，这些生物的因素、先天的加上后天家庭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互相的影响，来导致这个反社会型的这个人格障碍的这个产生那么最后就是说谈到一些比较认知性的这个因素，通常是这种反社会性的人格他对别人的行为常常觉得说对方对他有敌意或者是在攻击，所以他最好应的方式就是反击回去。他认为说其他的反应的方式都没有他直接
来对抗或者是打击对方来的有效。那这个就会产生一种所谓恶性的循环啊，就是对方对他的行为，然后他用攻击的方式来回去，他会觉得说这样的行为才是有效的，所以因此他跟别人的这个互动当中，就会逐渐的，就是更进一步的促成他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障碍的这个产生哈。那么最后我们在想要跟同学们大家可能听到了我们上述谈了很多，包括这种焦虑症忧郁或者是双向的情绪的障碍，或者是思觉失调，还有最后我们讲到的这个反社会的这种性格的这个障碍等等。其实心理上的这些疾患或者是异常的状态，它都需要具有专业训练的精神医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做一系列非常严谨的诊断，才能够判断说一个人是不是罹患了这些心理的疾患。可能我们在描述或者是各位在听讲的过程中，都觉得怀疑自己的行为，或者是周遭的人是不是有出现过类似的行为，或者在思维的方式上是不是符合我们所描述的这些若干的这个情节。但是呢，大家不要轻易的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不要轻易的把这个标签加在你这个可能只是一种平常不是非常专业的观察上，以免呢因为这个把他人的行为或者思维方式标签化，产生了很多误导或者是不好的这样的后果。